大家好，欢迎来到 K 线西游战法频道，订阅我的频道，读懂 K 线背后的秘密。今天是北京时间2022年12月18日上午的10点32分，在这里呢为大家解读比特币的行情。那么我们首先看一下外围市场道指的表现啊，道指呢目前在日线级别上已经出现了一个标志性的阴线啊，这个标志性的阴线，蜈蚣阴线怎么看呢？我们把前面两根十字星要忽略掉，因为它属于横盘震荡啊，在高位的横盘震荡的一个过程，没有任何方向的表示啊。那么我们看到12月15日，也就是上周四啊，本周四这根阴线呢叫悟空阴线，悟空阴线走出来之后啊，走8阶阴线，那么行情就有这个日线级别下跌吸油的一个预期。如果出现日线级别下跌吸油，会打到一个非常重要的位于32000点的一个支撑线附近啊。这条支撑线呢，也就是我们行情当中的1690均线和1440均线合并的这个位置上。那么本轮行情它的下跌原因，我们之前一直提到的是周线级别上涨吸油之后的一个日线级别的下跌。我们知道K 线西游战法当中有这个时间级别切换、方向切换的原理，在这个里面周线级别上涨或者是周线级别的反弹是一个较大时间级别的反弹或者上涨。那么行情走出周线级别上涨或反弹之后呢，容易走出4小时级别到日线级别的回调。那么如果这个回调的时间级别得以放大的话就容易走出周线级别的下跌。那么目前来看，在周线时间级别上，我们已经看到了一个标志性的阴线这个阴线叫悟空阴线，然后也有标志性的第二个阴线叫8阶阴线，那么就有机会走出一轮周线级别的下跌，从而让道琼斯工业指数的这个指数呢重新回到下跌通道当中如果重新回到下跌通道，很容易走出一轮极端行情。这个极端行情呢就有点类似于2020年2月份的这轮快速的下杀。如果出现这种快速的下杀呢，比特币必然跟随崩盘因为整个金融市场呢是穿在一个绳子上的几个蚂蚱都是互相有关联性的如果道指作为这个全球资本市场70%以上的一个股票市场崩盘的话，那一定会带崩比特币的行情。回到比特币的结构上来我们看到在4小时级别上形成了44等位置波谷。等位置波谷形成之后，正常来说，根据江恩的44等位置波谷法则，有非常高的概率容易跌破16000美金之后出现一个新的低点但是在这个里面，我们看到在4小时级别上，它形成了一个窄收敛结构，并且发动了一波4小时级别的上涨吸油。这个4小时级别上涨吸油站上了4小时级别的1440均线和1690均线，因此违背了江恩44等位置波谷法则之后，我们要把时间级别调大到日线去观察。那在日线级别上，我们看到前面两个的这个位于16000点的这两次波谷位置要进行一个合并，因为它们两个相挨的非常近了。合并之后呢，目前我们在盘面上看到3次日线级别的位于16000点的波谷，然后在反弹过程当中它不构成日线级别反弹，只是一个4小时级别反弹的一个延续。到达18300美金之后我在前面课程当中说了18300你要布局第一个空单。为什么要布局呢？原因就是9月份波峰连线连过来之后我们看到9月份这个波峰连线呢，筹码非常密集的位于19500美金之上这条波峰连线呢起到了一个非常重要的在当前时间点在18300美金形成了一个巨大的压力，所以呢反弹到这个位置上之后容易出现下跌。那么行情我们在前面的行情当中看到了11月8日的这个阴线呢是标志性的阴线，也叫悟空阴线，然后走8阶阴线。8阶阴线后面的所有的 K 线呢都是围绕8阶阴线的实体部分做了一个震荡。我们可以归纳为8阶阴线要杀死的妖怪也就是干扰 K 线。
干扰了我们对下跌趋势的判断。那么在日线级别上有悟空阴线，有八节阴线啊，就可能有沙僧阴线和唐僧阴线，最终完成一轮日线级别的下跌洗筹啊。那么行情在震荡过程当中，我们看到啊，形成收敛三角形反弹到$18,300之后啊，迅速出现了一个下跌过程，并且在这一轮的下跌过程当中，也出现了一个日线级别的悟空阴线和八节阴线啊。所以呢，当前的这个悟空阴线日线级别的和八节阴线啊，是合并在前面的八节阴线当中的啊。这里面啊，这一轮行情如果出现日线级别下跌的话，可能会走到啊$15,500附近。那么如果跌破16000到达15500之后，在日线级别上会形成什么呢？日线级别的4次等位置波谷，重新又符合了我们江恩4次等位置波谷法则，所以呢容易出现新低啊，并且我们看到前面这个位置上有悟空八戒之后，很容易走出一个日线级别的下跌洗筹啊，这个大势。就是前面的这个可以参考的悟空阴线、八节阴线啊，之后的一个沙僧阴线和唐僧阴线啊。那么行情还有一个大的时间周期可以进行参考，也就是周线级别。我们看到周线级别上11月7日这里出现周线级别的悟空阴线，周线级别上就有可能走出一轮周线级别的下跌洗筹。我认为这轮周线级别下跌洗筹非常容易到达我们的目标点位啊10500。16500附近，所以呢，下跌趋势啊，目前依然存在，还不急于做这个抄底动作啊。特别是最近几天，我观察到啊，微信群、Telegram 群啊，大家伙情绪非常低落啊，几乎没有人说话，因为很多人都会喜欢抄底。后来我总结原因啊，抄底啊这个动作获取的利润是非常大的。比如说我们从21400啊跌到15500，这个最大跌幅呢是27%。那么反弹过程当中啊，我们看到从底部位置它的最大涨幅是15%。你看这么大的下跌，它下跌了只有17%，仅仅一点反弹就反弹了15%。所以呢，反弹力度往往是大于下跌力度啊。所以呢，很多人愿意逆势抄底，但是逆势抄底这个动作本身，我认为是错误的，除非你分仓进场摊平成本啊，最终呢你能获得一个比较低的成本去囤现货，否则的话啊，你抄底或者做多在下跌的行情当中永远是错的。一定要顺势而为，当前从周线级别到日线级别到均线系统啊，都处在一个下跌的趋势啊，下跌趋势当中找到合理布局空单的仓位啊，最终呢才容易在这轮熊市当中获利。那么目前来看，在4小时级别上，上方压力位是在17000点，这个17000点是这个1440均线啊，连接过来之后啊，在17000点构成了一个压力，所以呢，在这附近啊，可以布局一个空单。那么再往上方呢，我们看到18300，再往后推，可能是在$18000附近啊，这是第二个啊可以布局的仓位啊。我们布局空单呢，一定要分仓进场啊，在行情当中把握趋势，找到位置，分仓进场。控制仓位啊，并且每个仓位都要有止损，那最终呢容易获得你趋势上的利润。那目前来看，对于以太坊来说啊，以太坊对比特币的交易对目前处在一个下跌的趋势当中啊。这个下跌趋势是因为它在日线级别上跌破了140均线，跌破了169均线啊，跌破了整个的关键性的一个支撑均线。跌破之后呢，我们看到周线级别上啊，这里面存在一个悟空阴线啊，后面的所有的震荡呢都是围绕悟空阴线进行的，所以呢，在周线级别上，我们就有八节阴线、沙僧阴线、唐僧阴线的一个预期，最终呢可能会做出一个平行于今年4到6月份的一个下跌，所以整个以太坊呢是相对于比特币看空的。那么我们回到比特币啊，回到以太坊对 USDT 的交易对上来。目前呢，以太坊对 USDT 已经到达了一个非常关键的一个点位啊，在这段时间的行情当中啊，正在跌破$1100的这个重要的支撑啊，在日线级别上，我们观察到前面行情当中通过箱体震荡啊，以横带跌啊，形成了对一个下跌趋势的突破。突破之后依次突破了这个
波峰连线形成的压力线1440均线和1690均线啊，最终遇阻于$1700。那$1700是4877高点波谷连线连过来之后形成了一个压力，然后立刻出现了下跌过程。下跌当中我们看到了一个悟空阴线啊，跌破了1440均线和1690均线啊，这构成了整个趋势啊改变啊，从反弹到达了一个下跌的过程。悟空阴线走出来之后走8节阴线，8节阴线后面所有的这一轮 K 线呢都是围绕8节阴线做的震荡啊，所以呢叫妖怪 K 线，干扰了我们对下跌趋势的判断啊，因为下方可能会有沙色阴线和搪塞阴线。那么行情在反弹过程当中不断接近$1400啊，$1400就是这轮行情1690均线形成了一个压力位啊，然后开始迅速下跌。我们看到啊，焦点位呢是一个黑洞效应，黑洞把这个 K 线吸引了过来，吸引过来之后，我们要把时间级别放大啊，因为底边线这个$1100很快就要被跌破啊，这个黑洞呢是非常脆弱的，非常容易被下杀啊，被跌过来啊。然后呢，我们看周线级别上，周线级别我们看到啊，以太坊这个交易对呢，有悟空阴线啊，在今年9月份已经出现啊，然后8节阴线组走得非常复杂，然后沙僧阴线组，沙僧阴线组之后呢，如果跌破$1100会有唐僧阴线啊，最终会走一轮周线级别下跌，周线级别下跌休之后啊，容易走出平行于4到6月份的这轮急速下杀过程啊，如果以太坊出现急速下杀，很容易到达我们的目标点位$260。然后我看了 BNB 的现在这个震荡过程啊，在日线级别上，我们可以非常明显的观察到啊，它底部位置形成了4次的等位置的位于大概是$230的一个波谷。那么在这个结构接近尾声啊，接近尾声到达近交点附近的这个区域上，我就有理由相信啊，这个$220到$230这个底部位置非常容易发生跌破啊，在历史上它曾经被跌破过。我们看到啊，前面行情当中啊，这个 BNB 啊价格非常低，最开始 ICO 的时候是大概是1元人民币左右啊，然后上线 BN 平台之后啊，它历史最低的开盘价我们看到是$0.5，一路上涨到$25之后开始横盘震荡啊。我们看前面的震荡过程当中，也是形成了类似的4次等位置波谷，1次、2次、3次，然后4次等位置波谷之后发生了一个跌破。当然了，我们看到了跌破之后，它形成了一个黄金坑，这个黄金坑的位置大概是在$4-5左右。这个黄金坑出现之后啊，然后一路上涨到达$40之后，开始下跌到$13附近。然后一轮反弹之后再次下跌，总而言之，它的下跌过程是在围绕这个绿色的收敛三角形进行的啊。出现一个新的低点之后，然后开始反弹，反弹过程当中我们看到重新形成了一个收敛三角形，然后发动了突破啊，这个突破呢，它突破了一个结构，然后一路上涨到691啊，接近$700之后，重新我们看到又形成了一个收敛三角形，接近焦点的这个位置上一定是会发生突破的。那么我们给出的一个目标价格呢，是大概是在$100之下，你可以进行抄底。当然了，我们也可以连接一下之前历史2个低点，连接之后呢，我们看到大概可能会跌到$70啊，$60-70，但我认为$100以下的 BNB 呢就具有非常高的投资价值了。所以呢，对于 BNB 来说，虽然目前它有不断的黑天鹅，就是被美国起诉啊，或者是什么资不抵债呀，质押的资金不够啊，但是我认为作为世界第1大比特币交易所啊，有的人认为是 Coinbase， 但是我认为币安是非常好的一个交易所，是具有非常强的投资价值的。这个投资价值呢，耐心等待它的价值回归啊，到$100之下，就是可以进行抄底的一个非常好的位置。当然了，我昨天跟这个会员群有的朋友说了，你现在这个位置要买一个主动进套的一个仓位。为什么要买主动进套的仓位呢？原因就是啊，在行情当中一定要和行情发生某种关系，只有你的钱和这个币种产生关系之后，也就是你有筹码之后，你才能和行情起到强联系。跌下来的时候，你才能勇敢的去抄底，因为你会觉得这个价格是非常便宜的，不至于因为恐惧啊
和行情没有产生关系，错失掉后面的上涨行情。所以呢，因此呢，当前虽然处在一个下跌的趋势当中，但是可以布局一个仓位啊，这是对 BNB 的一个解读。当然了，我们之前看到的就是类似 FTT、SUM 啊、SNM 啊这种币种呢，我们看到啊，特别是以 FTT 为例啊，它已经出现了一个跌破新低的一个走势。那么跌破之后，耐心要等待它重新在底部形成一个区域。和 BNB 类似的角度去看啊，我们去看，重新回到 BNB 啊。它一定会在跌破平台之后建立了一个新低，新低之后才有所反弹。所以呢，虽然 FTT 是我们关注的一个浪子回头币啊，因为它从高点$85啊跌下来之后啊，已经跌幅超过90%。但是呢，新低出现之后，可能还有新低啊，地狱之下面呢还有18层地狱，所以呢，耐心等待它一个低点出现啊，不断的摊低我们的成本啊，还是可以去买的。FTT 交易所呢，虽然爆雷啊，但是爆雷之后它的创始人啊被抓进了监狱啊，但是很多热度在里面啊，它的总量大概是BNB 的3到4倍啊，这个总量还是小的，当前价格呢也是非常低的，还有重新复活的可能性啊，它的每次利好，包括它的可以提现、可以交易啊，可以进行任何的活动啊，各种利好呢都会在后面行情当中啊有所表现，让它的价格有所表现。所以呢，对于这种浪子回头币啊，可以买进一些。同时呢，我们还关注这个币种 SNM 啊，这个总量大概有1000万流通盘，全部都是在币安的啊，就是币安的流通盘几乎占它的流通总量的80%到90%。我们看到之前它有一个100倍的上冲动作啊，从0.14上涨到13.86，涨幅达到了97倍啊，巨大涨幅之后快速的派发筹码啊，那目前一直处在一个派发过程当中。从这个行情的日线图上，我们可以看到啊，它目前已经跌破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筹码支撑啊，这个支撑往往是我们看到都是一个横盘的结构。跌破之后呢，我们看到新低不断的出现啊，但是我认为它不会重新跌回$0.14啊，会比这个0.14会高一些，可能会在0.4附近啊，在这个区域上呢，我认为都是一个可以布局的一个位置，因为它在下跌的过程当中形成了一个收敛三角形，收敛三角形跌到这个下面这个象限之后，那这个象限呢，就是我认为我理解的一个黄金坑，很可能在这个黄金坑上超级主力重新拾取筹码之后出现一轮反弹，那后面的反弹呢，我认为对于这种它的体量非常小、价格非常低的一个低市值币种的话啊，它仍然有机会做出一个几十倍涨幅的动作。特别是 SNM 的项目方呢是俄罗斯，我认为 CZ 呢和俄罗斯项目方的关系非常好，所以呢它总在上俄罗斯的好多币种，所以呢我认为 SNM 在这种高度控盘的情况下低位超级主力不断的拾取筹码之后，后面的行情当中一旦比特币的价格回暖的话也会带动 SNM 出现一轮行情这仅是我个人的观点我一直喜欢做这个浪子回头币那之前呢，我们看到 PROM 它也是俄罗斯的一个币种在它的一个做盘过程当中，我们同样看到了一段行情从1.68上涨到$32它的最大涨幅呢达到了18倍，18倍涨幅之后出现了一个回调动作，回调动作之后呢，我们看到一个收敛三角形，跌破这个收敛三角形的底边线的这个位置之后，机会出现，然后快速上拉，重新又拉了一个大概有11倍我们看到第一轮18倍，第二轮11倍，所以呢，这也是一个俄罗斯的币种PROM 也是俄罗斯的一个项目方
所以呢，我认为 SNM 这种俄罗斯的项目方也容易做出这种二次拉升的动作啊，类似于牛市当中 PROM 啊，毕竟呢都是一个筹码非常少，然后市值非常低啊，大多数筹码都掌握在项目方或者庄家超级主力手里，它容易做出这种快速拉升之后啊，然后持续不断的派发啊，所以呢，当前结构之下啊，也就是水平面以下啊，都是一个黄金坑的位置啊，这是我个人的观点。那么好，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非常非常感谢大家一直以来的支持和鼓励啊，感谢大家，希望大家能够订阅我的频道，再见。